今天好吗？欢迎收看疗愈编织，我是君。编织可以疗愈，因为存在温度。今天我要用这一款环保材质的素棉绳编织一个立体包带的包包。这款线除了勾包包能够让包包更坚挺之外，它呢通过婴儿皮肤接触最严格的规定，是一款很棒的线材。我今天要用7号的钩针。这款线还有一个神奇可爱的地方，就是当我们把它的包装拆开来之后，包装纸的背面藏了很多颗粒，这是小种子，这些种子可以种出雏菊。你可以连同包装纸把它埋在土里，那过不久之后，等你包包勾好了，可以等待雏菊开花。是不是一件很疗愈的事呢？那我们就一起来编织包包咯。今天我们要编织的这个包包呢，包身部分呢，请你看上方的连结，这个之前我们勾过，只是我用了不同的线材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包包。这个包包呢，它的底部呢是由21个锁针开始，然后呢，在第一排的位置呢，我们编织42个短针，我们用椭圆形的针法。编织方法呢，跟我们上方连结的这个包包编织方法完全一样，42个短针，然后在第二排的位置呢，我们会用一个短针加上一个长针，跳过一个针的织法，所以第二排的位置是48针，在第三排是54针，第四排是60针，第五排是66针。那我们总共呢会编织21排，也就是第6排到第21排的位置呢，总共是72针，这样就完成我们包身的编织。这种编织方法配合上这一款环保棉线，它的包身会变得非常的立体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要用一个不同的把手。上次我们是用比较细的编织方法，这次呢，我们要编一个立体的，就是圆柱形的包带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包带如何编。我已经先把一边的完成了，并且缝合上去。我们用剩下的线呢来编织另外一边的把手。由于这一款棉线呢，它有250克200米的长度，那所以刚好我们整个包包钩完成呢，我们中间都不需要再接线。好，那我们就取出一条线。那我们记得，因为我们要缝合，所以我们将前端呢留稍微长一点，方便我们来缝合。那我们可以用手打一个活结。那我们就开始编织。首先呢，我们要钩6个锁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。第6针是起立针，然后我们转过来，我们在里3的部分呢，我们编织5个短针。这样我们的第一排就完成了。接着我们再钩一个锁针，反转过来。第二排的位置呢，我们一样编织5个短针。第4个，第5个短针，这是我们第二排的位置。
那我们一样再编织一个锁针，这是我们的第3排，也是5个短针。我们这样子呢，总共要编织53排。当我们编织完53排之后呢，刚好整卷线就会使用完。这是我们的第53排，一样是5个短针。那结束之后呢，刚好整卷线就使用完了。这是一个很简单，但是呢也很可爱的包带。那我们要把它做成立体的形状，所以呢，我在缝合的部分，由于呢我原本的线已经使用完毕，所以呢我会另外找出一个颜色相似的线，用其他的线来缝合，这是比较细一点的线。所以我们平常用剩的线呢，我们不要丢掉，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它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用原本的线来缝合的话，我的建议是你的包带只要勾两边的包带都只要勾51排就好。好，那我先取出一小段线，我来做缝合的动作。我们用缝针穿过我们的比较细的线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这个锁针呢，我们希望它是向外的部分，会是比较好看的。所以两边的锁针呢，我都会把它放在外面。所以我会把锁针的部分放在外面。那我会数3排，我会从第4排开始缝合，我会留下3排是要跟包身缝合的。那我们只要这样子对折，对折之后你数一下1、2、3第4排的位置。那我们一样，另外一边也是第4排的位置，1、2、3、4。我们在第4排的最外边的这条线呢，我们挑出来，两边呢的第4排，第4排的位置呢，我们来进行缝合。我们留下一小段呢，由于这个线呢是比较细的线，我就直接把它打一个死结。然后我就把它藏在里头就可以了。当然，你如果想藏得更仔细，也是 OK 的。刚才是第4排的位置，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第5排。那另外一边也是第5排的位置，我们挑起最上边的2条线，我们就这样子来回的缝合。你可以看到这个有一条横线的部分，这是第6排，都是同样的方法，来缝合。
这样子我们的包带就会呈现一个像圆柱形的，是不是非常可爱呢？那我们把它整个缝合完之后呢，我们一样要记得，我们要剩下1、2、3，剩下3排，也就是在倒数第4排的部分呢，我们做结束。那我们一样用打结的方式，打一个死结，把这条线固定住。由于我用的是比较细的线，所以呢，它会是比较好打结。如果你用原本的棉线比较粗，打这个结的时候呢，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方便。你就可以直接用长线的方式。那我的线比较细，我就打一个死结。打完死结之后呢，我们再将线藏在里头。这样我们的包带就缝合完成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接着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圆柱形的包带，我们稍微整理一下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把包带缝合在包身上面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先前已经先缝了一条，我会从右边数过来，1、2、3，我会在第四个图案的位置，从上面数过来呢是第3个，也是第3个位置。那所以另外一边也是1、2、3，第四排的位置，然后上面数起来第3排的位置。你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，也许你喜欢呢，把它缝得更下面，这是很自由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进行缝合。这边也一样，我数1、2、3，好，我要缝合在第4排，然后从上面数下来，第3个的位置，第3排的位置。那缝合的时候，它也非常的简单。由于我们刚才已经留下比较长的线，那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后面是不是同样的位置。我们确定位置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来进行缝合。我会沿着边边的位置呢，来把它缝合起来。沿着我包带边边的位置往上缝。
好，我们沿着这个外围的部分呢，把它缝起来。那接着是下方，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做缝合。缝合完毕之后呢，我们就做一个藏线的动作。我们将线头呢藏在里边，这样就完成我们包带的缝合。那另外一边呢，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缝合，找好它的位置，然后就可以进行缝合。好啦，我们完成我们的缝合了。这个包包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呢？而且由于它的线是比较有厚度的，所以呢编织起来戴起来呢也更加的立体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长跟宽。它的宽度的部分有25公分宽，那底部的部分呢有20公分，那它的长度呢有19公分长。如果你觉得包包呢颜色太素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金属的标签，我们刚好可以数一下，在中间的位置呢，我们放下这个椭圆形的金属的标签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有质感呢？如果你和我一起完成了这个圆柱形提袋的托特包，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成就，让我们在这一趟疗愈的编织中，与自己来趟美丽的邂逅。请持续的关注订阅我的频道，帮我按赞分享，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。